係各位網友，今日天氣好好，我走出嚟戶外，我希望個聲冇事啦。咁就係呢條片係緊急嘅，終於以色列係全面攻擊呢個伊朗。咁呢個攻擊係點解呢？咁樣背後嘅原因，當然就係因為伊朗更繼續推進緊佢嗰個提煉呢個純鈾嘅進度，即係咧為做原子彈咧做準備。咁呢樣嘢咧就係以色列當然係唔會容忍伊朗有原子彈啦。呢個我遲啲講啦。但係咧，即係伊朗同美國嘅關係嚇，就係一路都係緊張啦。自從呢個講到1980年嗰陣時，78、79年嗰陣時，就係 kidnap 咗美國大使館嘅人質之後，咁後來咧就係佢就開始就係想自衛就做原子彈啦。咁結果咧就到奧巴馬嗰時咧就達成咗協議嘅，達成咗協議咧佢就唔做原子彈，佢就俾國際原子能公署咧就去監視，咁就係美國咧就唔再制裁佢。咁伊朗嘅經濟咧就曾經恢復嘅。到咗呢個上一任嘅 Donald Trump 政府咧，就話唔得，你唔係淨係唔做提煉呢個濃縮鈾就得，你要同時放棄咗嗰啲呢個導彈計劃，因為咧你有導彈嘅時候咧，你又研究緊啲技術咧，你好快你撕毀嗰個，如果你有錢咧，撕毀咗嗰個協議嗰時咧，你可能幾個月咧就做到原子彈。咁結果咧就係撕毀咗啦，咁就係伊朗再面對制裁啦。咁就係拜登時期咧一路冇辦法恢復，伊朗一路受美國制裁。咁啊，尤其是就俄烏戰爭之後更加冇得傾啦。即係伊朗咧就係支持呢個俄羅斯咧，就賣呢個見證者嗰啲無人機俾俄羅斯，而且就係即係哈馬斯就襲擊以色列以後咧，就產生連串嘅戰爭之後咧，終於咧就搞到大鑊，就係咧呢一個哈馬斯嘅領袖啊，喺呢一個伊朗係被暗殺啦。佢哋亦都有啲地方係受到以色列嘅襲擊啦。咁於是咧，佢射咗幾百個導彈去打以色列嘅。咁好啦，咁成件事咧就發展到今日，伊朗咧不停推進緊嗰個煉個濃縮鈾啊！你知咧做原子能機，即係如果你用核子發電咧，個濃縮鈾咧只要2-3%個濃縮度啊。如果做原子彈嘅話，一定要90%以上先至過到嗰個臨界點。佢而家咧已經練到咧90%㗎，距離呢一個可以做原子武器咧，係核武咧已經係好接近。咁我都估到以色列會襲擊佢。問題就係幾時嘅啫嚇。咁而家最好啦，而家咧就點解而家襲擊佢咧？第一，伊朗嗰個核武器根據內塔尼亞胡講係1年內就會做到出嚟，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而家根本就係國際秩序瓦解啊！即係以色列主動大規模去襲擊伊朗啦。咁以前咧就會受到好多嘅國際嘅呢個批評，對以色列都好不利。但係以色列因為加沙事件咧，同全世界都反晒面，除咗美國除咗美國。咁而家咧佢都唔驚啦，橫掂都1件餵2件餵冇所謂嘅，俾你鬧下都冇所謂啦。以色列嘅形象。咁喺呢刻咧佢就發動襲擊啦。個襲擊係點咧？係用200架戰機。我都話而家呢刻咧係發動襲擊最好嘅時間喎。因為以前襲擊伊朗咧，你都驚哈馬斯又襲擊以色列㗎。啲哈馬斯已經被剷除得8899啦。真主黨又被剷除得8899啦。呢一個敍利亞境內嘅親伊朗組織又剷除得8899啦。
呢一個敍利亞嘅總統阿薩德就落咗台啦，係冇人可以幫伊朗。胡塞亦都俾呢一個 Donald Trump 炸到話唔會再出嚟搞事啦，啲羽翼係剪除晒，伊朗孤立無援。而呢個以色列橫掂都受到國際譴責啦，就唔介意啦，所以喺呢刻發動大規模嘅襲擊。好啦，嗱我哋講講個襲擊嘅程度啊，係非常之嚴重，用200架戰機，伊朗根本係無抵抗嘅能力啊！以色列嗰啲呢個防空導彈咧，嗰啲 S-300咧，係基本上係好似係完全係一個無抵抗嘅國家咁。嗱，當然啦，一嚟咧呢一個以色列咧就用 F-35，嗱呢個我估嘅啫，呢個當然佢唔會話俾你聽，就先係去打你嗰啲防空設施同埋雷達嘅，然後咧就 F-16就嚟㗎啦，咁咧就係炸晒你所有嘅雷達、防空設施，炸你嗰啲鏈，佢係將佢做濃縮鈾嗰度咧係炸咗嘅，然後咧有3度做重水嘅。做重水嘅地方，而且咧仲對嗰啲伊朗嘅指揮系統啊，就係作出斬首行動。咁佢有冇意圖去斬呢個伊梅內伊咧？咁樣咁啊冇證據有，但係咧佢就係唔打個總統同埋最高領袖啫。第2號實力權，第2號呢一個實力人物，俾佢殺死咗。呢個就係以色列軍隊嘅參謀總長，呢個就係以色列最高階嘅軍人。呢個學美國制度嚇 ，Chief of Staff 係最高級嘅 ，Joint Chief of Staff 係最高級嘅。然後負責打呢一個保護宗教政權，即係呢個就係嗰個政教合一政府嚇，最強烈嘅爪牙，周圍出去干預嘅爪牙。呢一個革命衛隊嘅總司令被殺，估計咧就有8、9個高階軍人被殺，就仲有嗰個佢哋認為咧係做核武最重要嗰個專家，前原子能委員會主席又被殺，就係殺做核彈嘅專家、工程師，同埋做呢一個軍隊嘅指揮系統。咁咧呢個以色列話未炸完㗎，仲會繼續炸㗎。伊朗當然話會反擊啦，就飛咗呢一個200-300架呢個無人機去襲擊，但係呢啲咧係冇作用，因為你知伊朗同以色列咧係距離好遠嘅，中間起碼隔咗個約旦啊，隔伊拉克，你睇行邊條路咧？可以隔伊拉克、隔約旦、隔沙地阿拉伯。咁咧就係。以色列嘅防空系統咧又好犀利，就算打中1、2個咧，都唔會造成呢個嚴重嘅死傷嘅。呢個就係咁。咁咧就係以色列會繼續攻擊嘅。內塔尼亞胡話，即係講翻內塔尼亞胡一講咧，就由第2次世界大戰講起，即係以色列人民咧就爭啲俾人哋滅絕。而家咧我就唔能夠容忍一個國家話要咧滅絕以色列嘅擁有呢個核彈。嗱，呢個就係佢主要講嘅內容。而呢個以色列嘅軍人呢，就會呢一個奮勇地保護自己嘅國家。而家一連串嘅勝利，就打贏咗哈馬斯啦，打贏咗黎巴嫩真主黨啦，打贏咗敍利亞啦，咁而家呢，就繼續就捍衛以色列嘅安全，即係咁樣。咁好啦，咁美國呢就話佢唔知嘅呢件事，就冇人相信美國唔知，美國一定知。而能夠做到咁大規模嘅襲擊同埋協調呢，美國嗰個間諜衛星嘅協助啊，係一定有幫助。而以色列呢，就已經滲透咗伊朗好耐，因為你炸唔死嗰啲人㗎，你要知道佢喺邊呢，嗰日喺邊呢，個情報組織係好恐怖嘅，你明唔明啊？要炸死一個人真係唔係咁容易嘅，呢個係因為佢會走㗎嘛，分分鐘會 miss 咗㗎嘛，係咪？其實已經滲透晒伊朗，滲透晒伊朗。
好啦，嗱，我講幾個我嘅判斷俾大家聽。第一，伊朗實在無力還擊。佢上次已經使出最多嘅招數，就算佢再還擊，至多就係有比上次更多嘅導彈去襲擊以色列呢，都唔會對以色列造成嚴重嘅傷害。佢可能發動一次更加犀利嘅襲擊啦，就係幾百個導彈啦，呢個就係。佢咧以色列咧就恐嚇話咧要對呢個唔係伊朗咧恐嚇話要對以色列同美國加以報復嘅。美國已經將佢所有嘅軍事設施咧就係冚唪呢個加呢個即刻提高嗰個安全等級，防衛安全等級。但係伊朗提煉出嚟嘅濃縮鈾係冇被破壞。伊朗嘅嗰啲核設施係冇被嚴重破壞，點知呢？因為國際原子能組織咧就監視住嗰個伊朗嘅輻射，喺呢啲 facility 附近咧，嗰啲核輻射咧冇增加到，證明咧嗰啲核設施係冇受到嚴重嘅損毀。嗰啲濃縮鈾咧多數咧就係收埋喺好深嘅山入邊，同埋嗰啲最基礎嘅嗰啲導彈，我哋預備嚟襲擊嗰啲導彈係收得好密嘅，係襲擊唔到。坦白啲嚟講，你要跟隨呢個伊朗做核武啊，佢搏命收埋做一個啫，你擋唔到咧就大鑊噶啦。高超音速導彈核武，佢做到一個你就大鑊噶啦。咁咧呢個咧你要防止佢一兩個都做唔到咧，好困難。你唔用陸軍襲擊咧係冇可能嘅。呢個就係我咁講，咁咧就變咗咧，就係你要而家咧，既然完全撕爛晒塊面咧，就伊朗梗係全力做核武啦。咁你伊朗係有一個8、9千人嘅國家，8、9千萬人嘅國家，以色列係冇能力，美國都冇能力用陸軍嚟到進駐。你唔用陸軍去咧，你係冇辦法跟隨晒呢啲核彈嘅。講成件事嚟講咧。即係呢個以色列嘅襲擊啊，伊朗啊，就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建立嘅國際秩序咧，係徹底瓦解啦。因為兩個原因，因為俄烏戰爭，你唔能夠制裁俄羅斯。第二，呢一個 Donald Trump 政府係唔會理呢啲嘢即係啲國家以前咧，美國係國際警察啊嘛，而家就冇咗國際警察。咁邊個惡嗰啲咧，就揾到啲理由咧，就可以打隔離嗰個。咁關於以色列啊，呢個襲擊伊朗咧，嗱呢次咧，我係認為情有可原嘅喎，真係。雖然啊，我都認為呢個梗係呢個應該係個宣戰嘅行動啦。你唔宣戰去襲擊呢個真係，即係完全唔講國際秩序。而家國際秩序咧瓦解晒。即係以色列一個咁細國家咧，真係唔可以容忍你伊朗做到核彈啊！因為幾個核彈就可以毀滅咗呢個以色列，亦都好難防備嘅。真係如果要射一個導彈，要射一個核彈過嚟，嗰種即係幾萬噸呢個烈性炸藥咧，係足夠做對以色列咧造成亡國滅種啊！咁呢個原理上我唔贊成人哋打人啦，但係呢個以色列情有可原，而且咧。伊朗係我最憎嘅國家之一，點解呢？就因為呢啲咁嘅政教合一嘅國家好 Q 離譜嘅，真係做嗰啲宗教警察去對付，因為冇戴面紗呢，嗰個女仔就死咗嘅，呢個真係咁呢個就係我嘅價值判斷啦。呢段講到呢度，呢一個係微膠原蛋白呢隻呢就係對於你保持個皮膚嘅彈性呢係好好嘅。就220蚊嘅買開，咁咧已經係好好賣。每個月揀出嚟嘅特價產品，一定係個 discount 好大啦。即係好似上個月個活乾素咁啦，大家賣咗一大輪，今日咧就6月1號咧就翻去正常價錢啦。呢隻微膠原蛋白係5折，110蚊就買完即止啦。呢個咁嘅價錢，你揾勻周街都唔會有咁平同埋咁有效嘅產品。